相信大家很常聽到很多名詞，比如獨立遊戲、遊戲平台、動作遊戲、RPG 遊戲、瀑布開發、敏捷開發等等的一大堆名詞。但對於沒有相關經驗的人來說，這些聽起來就非常的複雜，甚至一頭霧水，導致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下手。大家好，我是技術人員 Ron。今天這支影片，我要來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遊戲開發，以及遊戲開發的流程大概是什麼樣子的，讓沒有相關經驗的人聽完之後也可以略懂遊戲開發。首先，我們開發遊戲一般會分為3大階段：評估階段、制作階段、發售階段。根據不同的公司或團隊的規模，可能會拆分成5到7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叫法也可能會不一樣。但一般來講，大多可以分為3個階段。首先，第一個評估階段，這個階段一般會先做市場調查、開發規模的預估、資金的籌措、遊戲的草案、遊戲雛形製作、完整的遊戲企劃審核等等的，都會在這個階段去執行。所以這個階段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成本去評估一個遊戲值不值得被開發，以及沒有足夠的能力或資金去開發的話，是否要找發行商或贊助商等等的。那在這階段，同時也會綜合考量不同的因素，去決定遊戲開發的類型、上架的平台、美術的風格、遊戲的規模等等的。那什麼是平台呢？一般來講，我們會把玩遊戲的載體叫做平台，比如 PC、Switch、PlayStation、手機等等的都是平台。往下還會根據作業系統去細分，比如 Windows、macOS、iOS、安卓等等的。那銷售這些平台的遊戲渠道，我們稱之為通路，比如說實體店、官網、Steam、Google Play、Apple Store 等等的。但是呢，因為這些通路通常具備市场獨佔的優勢，所以我們很常會綁定一起講。比如說你要上 Steam， 那通常就是 PC 遊戲。那如果你說要開發安卓手機遊戲，那通常會上 Google Play 的平台。那根據平台的效能、操作模式不同、政策等等的，開發者通常也會選擇比較適合的遊戲類型。比如 PC 遊戲是用滑鼠跟鍵盤，也可以用搖桿操作，所以適合各種不同類型的遊戲上架。這點我們可以從 Steam 的標籤上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類型的遊戲。那手機平台因為效能跟操作模式的關係，所以通常會比較適合簡單操作類型的遊戲，比如益智類、解謎類、放置類或休閒類型遊戲。也因為效能的關係，大多數的手機都會以2D 的美術風格為主。又比如家用主機可以提供比較高的性能，但上架成本比較高，且根據主機優化的項目較多，所以大多數的3A 遊戲大作都會選擇這個平台，而且多半都是渲染很精美的 3D 作品，讓玩遊戲就像看電影一樣。但是呢，近幾年 PC 跟手機的效能不斷提升，加上遊戲開發成本一直在提高，多一個通路就多一份銷售額，所以很多遊戲並不會只上一個平台，這就是我們常講的跨平台遊戲。那上述提到的2D 跟 3D 的部分，就是美術風格的一種標籤。那美術風格在這邊就有非常多五花八門的形容詞，比如繪本風格、日系風格、美式風格、卡通渲染風格等等的，甚至很多時候我們也很難精準的去界定這是什麼風格。所以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通常會講個大概的美術風格，並且附上參考的遊戲或是圖片來方便討論。比如可以上 Pinterest 去搜尋相關的風格，在搜尋這邊打上 3D 卡通去搜尋，就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圖片。接着就可以從這些圖片去搜尋符合想象中的風格，或是你有玩過某個遊戲，就直接搜尋該遊戲名字就可以了。那除了美術風格以外，遊戲的玩法也是五花八門。也因為現在一款遊戲中通常很難用一種玩法去說明，所以就像前面提到的 Steam 標籤一樣，現在也是用各種標籤去形容一款遊戲的玩法。比如說標籤有動作、多人合作、狩獵、角色扮演等要素，那你可能就會聯想到《魔物獵人》這款遊戲。但是呢，這邊要特別注意，遊戲的美術風格跟遊戲玩法有很大的關聯。比如說你想要做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那用 3D 美術的風格就会比較適合。又比如說你想要做卡牌遊戲，那用 2D 美術風格也會比較簡單。不過這並不是一個絕對值，早期也有第一人稱加 2D 畫面去做出來的遊戲，就比如說《重返德星總部》這款遊戏。另外在這個階段，團隊也會根據現有的資金、人才、技術等等的去謹慎評估遊戲開發週期。一旦錯誤評估開發時長、用錯開發工具、技術問題卡關等等的，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損失，甚至遊戲會因此難產而導致放棄開發。就比如賽博朋克2077，他們就是遇到類似的問題。總之呢，評估階段就會根據上述這些要素去綜合評估後，再決定要做什麼遊戲。那當然，根據每個團隊的規模不同、流程不同，有時候也不一定有這麼多的考量，也有可能單純就是想做而做，也不一定會有相關的文件產出，比如說市場調查文件 NRD、概念企劃 GDD， 或是遊戲完整的企劃 GDD 等等的。因為小团隊不需要太多複雜的溝通流程，快速節省資源才是首要目標。但即便再節省，通常也一定會至少完成遊戲雛形，也就是所謂的 prototype。那接着第2個制作階段，
這個階段主要是根據上一個階段的文件或是規劃，去安排底下的成員依據各種不同的職能去完成各自的工作。一般團隊大概會分為企劃、程式、美術、音樂等4種角色。大型一點的團隊甚至可能會有更細的分工，比如行政、QA、行銷運營、商務、法務等等的。但這些一般小團隊都不一定會有，所以我這邊會重點講前面4個核心的角色。第一種，企劃。遊戲企劃是台灣常見的叫法，但這個角色也會被稱為 designer 或是 producer。第一階段提到的各種文件或是市場調查都會分類在這個角色內，但是這是一種比較籠統的劃分，因為企劃的範圍包含遊戲機制設計、劇情文案、關卡任務、數值，甚至到專案管理、市場調查、文件撰寫、各類行政流程等等的，都會歸類在這個角色內。所以一般比較小規模的團隊中，這個角色的工作內容通常是包山包海的，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都比較偏向是做雜工的角色，也因此很多人會有錯誤的認知，以為企劃就是有創意寫文件的角色而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推薦新人想要做遊戲的話，可以先從企劃入門的原因。但是呢，以我的角度來講，這個工作並不適合新手接觸，因為企劃相當於團隊的大腦，你必須提出正確且有效的方法給其他部門。但如果你要做到這一點，你就必須要有程式或美術的基本概念，對遊戲制作流程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有辦法做到。這些都是需要經驗的積累，絕對不適合新手從這個角色切入。第二個，美術。這個角色主要就是負責遊戲中所有畫面演出的部分，根據美術的素材分類，通常會分為2D 或3D。根據內容也可以繼續往下細分為概念美術、角色設計、場景美術、UI 界面等職位。這也是通常遊戲團隊中人數最多的部门。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是，遊戲美術的素材通常是一次性且不可壓縮的，相較於程式或企劃部門，可以從舊專案沿用系統或做好的工具。美術大部分的狀況下都是需要依靠人力花時間去調整。不過因為人事成本非常高，且公司內部的美術成員在美術風格上不一定有很好的適應性，所以很多公司後來只養小規模的美術團隊，比較大的案子都會考慮外包給專門的遊戲美術公司，而這些遊戲美術公司通常也只做美術代工的部分而已。第3個，程式。這個角色跟美術部門相輔相成，主要工作就是完成企劃書中各種遊戲邏輯跟玩法。如果說美術是遊戲的外表的話，程式就是遊戲的骨幹，甚至有时候也會變成大腦。那跟美術一樣，程式也可以粗略分為前端跟後端2種職位，往下還可以根據負責的系統去分，比如說戰鬥系統、背包系統、場景互動等等的職位。但是呢，程式部門往往是團隊中最少成員的部門，所以一般頂多用技術來區分前端或後端而已。基本在工作上都會要求各個系統都要會製作。不過這邊要特別提一個職位，就是所謂的技術美術。因為程式跟美術之間有一些技術上的鴻溝，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因為美術只知道畫面的表現，而程式只懂邏輯，所以在一些素材的導入、特效製作等等需要應用到遊戲引擎演出的時候，就會需要對兩邊技術都比較熟悉的人來處理。那這就是技術美術這個職位主要的功能。第4個，音樂音效。音樂音效在台灣的遊戲團隊中，通常屬於優先順位較低的職位，但是在實際遊戲體驗中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落差，主要是因為音樂音效的制作時程多半是集中在遊戲的中後期開發階段，在專案的初期，對進度的推動影響有限，再加上專門從事遊戲音樂與音效制作的人才本來就不多，對於大多數的公司而言，長期內部養人不但成本高，也很難確保風格與專案的需求完全匹配。因此在實務上，大多數的遊戲公司都會選擇將音樂音效的工作外包給專業的音樂音效团隊制作。只有在規模比較大或是長期穩定開發的多款遊戲团隊中，才會設置如 Audio Designer 或 Sound Director 這樣的職位，負責整體的音效風格規劃、實作整合與品質控管，而非單純進行音樂音效的制作本身。那講完角色之後，接着就要講一下如何管理這些角色的工作。接下來這一段是很多遊戲失敗的關鍵點。通常在遊戲專案中會有一個叫做 Project Manager 的角色去控管，簡稱 PM。核心的目的就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出符合預期的產品。那為了做到這點，遊戲開發過程中 PM 就必須要處理專案中幾個常見的問題：明確目標和確定工作優先順序、認知和資訊同步、障礙排除、測試檢查等等的。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團隊可能會設置里程碑、制定工作流程，甚至應該也有人聽過所謂的瀑布開發、敏捷開發、天神開發等等的。這些都是一種專案管理的方法。但是呢，很多專案之所以跑不下去，往往就是這幾個常見的問題一個一個疊加起來造成的。因為遊戲開發的過程它不是單純線性，東西做完之後還需要再檢查、確認、測試，所以它會是一個複雜的工作流程，需要有人或是用方法去管理這些部分。
所以正所謂好的 PM 帶你上天堂的道理就在這邊。這個角色絕對不是大家常在那邊講的負責買便當的角色，而是他需要負責協調各個部門之間的穩定運行，避免出現人力空轉或浪費的狀況。一旦出現這些狀況，就表示資金正在空燒。最後發售階段，如果前面2個階段都順利熬過去的話，遊戲開發就會進入到發售階段。在這個階段，遊戲大致已經完成了，可能會剩下部分的測試和修正，同時間也會預先進行產品的行銷和曝光預熱，為了就是正式發售後可以取得足夠的銷售成績。但是一般來講，小型的遊戲團隊沒有經驗、沒有人才、也沒有渠道的狀況下，就不知道遊戲該如何發行。這時候，一般小团隊就會委託有經驗的發行商來發行，自己則需要專注在遊戲開發就好。甚至在評估階段的時候，就會考量到遊戲的類型，就先提前物色好想要合作的發行商，在前期階段就跟發行商接洽討論，讓外部資源介入幫忙，也會讓遊戲在開發過程中輕鬆不少。接着遊戲正式發售後，團隊會根據遊玩的狀況、bug 回報等等，後續也會需要持續的維護或追加新的內容。這個的目的就是盡可能延長遊戲的熱度，一旦風潮過了，沒有人繼續玩這個遊戲的話，這個遊戲就算是結束了，我們就会稱之為遊戲的生命週期。不過隨着產業的內卷升級，制作一款遊戲的成本往往都要好幾百甚至千萬，開發時間也從1-2年逐步往上攀升到3-4年以上。所以現在的趨勢會更傾向更早的公布相關遊戲消息，來累積知名度或曝光度。比如提前釋出宣傳 PV， 或是在各大遊戲展釋出最新的消息或 demo 版等等的，來累積知名度，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常見的做法。同時，為了盡可能延長生命週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推出新的補充內容，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DLC 或更新版。還有一些會跟知名的 IP 聯動，或是自己公司內其他遊戲的 IP 聯動等等的，都是一些重新獲取熱度的手段。那如果遊戲是屬於長期運營類型的話，就會有一個營運部門來專門處理行銷跟宣傳，比如每個節日或週年或遊戲展的時候，都會去推不一樣的活動來維持熱度。不過近幾年也有一些比較不好的做法開始出現，比如先釋出一部分的成品，後續再靠着更新慢慢追加內容跟修正 bug 等等的，又或是把原本該完整呈現出來的遊戲切成本體跟 DLC 來分開販售，比如像是《魔物獵人崛起》或是2077這些遊戲。其實做這些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盡可能想要回收開發成本，因為有不少遊戲公司都是燒錢在開發遊戲，甚至很多都是靠着融資或借貸方法先墊付這些成本的。一旦銷售失利，很有可能就會把公司近幾年賺的錢全部賠進去，這也是現實中有發生過的案例。那到銷售這邊結束，一款遊戲的開發流程就算是走完了。相信大家在看完這支影片之後，應該會知道做遊戲不是只有寫程式或畫圖，而是一整個系統工程。不過這邊最後再說明一下，我這邊用線性的流程來說明，是因為這樣會比較方便解釋。但遊戲開發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可能並行或是回溯到上個階段，比如評估階段就同時在跑一些比較小的制作內容，開發階段就同時在跑行銷宣傳等等的，這些都是為了避免人力的空轉而導致的浪費，所以實際運作起來會更加的複雜。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